道友如此盛情，在下就却之不恭了。道友回来之时，我夫妇想要道友一聚，交流一下突破化神的心得，不知韩道友可感兴趣？在下刚进阶后期不久，还是以巩固境界为主。若韩某有空暇，一定拜访二位。此人当真谨慎，那就静候道友了。韩某先行告辞了。文思月拜见韩前辈，恭喜前辈元婴大成。思月，你认识这位前辈？这些年没见，你也结丹成功了。这都是前辈当年留下的丹药之功，否则思月怎会有机会凝结金丹？当年之事不必放在心上的，看你似乎急着去外海，一起走吧。此女和我有点渊源，我带这几人过去没有关系吧？既然是韩道人的旧识，自然是小事一桩。那韩某多谢了。对了，在下还不知夫人如何称呼，是否肯将姓名相告？妾身温清。你们安排他们传送过去吧。事后去执法阴，一人领20下雷鞭之刑，以作惩戒。下一次若还有这样的事，本宫的处罚可就不会这般轻松了。多谢公主开恩，一定不敢再犯。月仙子竟和韩前辈还有渊源，这可真是天大的机缘啊！是啊，这些灵石收回去吧，这次传送的费用两道友尽管收下，妾身急着追赶韩前辈，望道友让我等过去。好。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看看韩前辈是否还在附近。刚才多谢前辈，否则我夫妇不但无法到外海，反而可能有更大麻烦。没什么，你们也是受我牵连，而且也是举手之劳而已。你这般急着过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思月知道自己有些贪心，前辈已经多次帮助过妾身了，本应该知足后报的。但小女身患重症，生命随时不保，还望前辈开恩再次援手一次。那个中了奇毒的女孩是你女儿？正是，前辈慧眼如炬，一眼就看出了小女的不妥。不是已经找到解毒之法，何必再来求我？的确，但此丹药不能完全清除此毒，体质也会大坏。前辈是大修士，想必另有他法，还望前辈慈悲。若是其他素不相识的人，我多半不会理会的。你我有些机缘，又是故人之后，那在时间尚早，我就先看看那小丫头再说吧。多谢前辈开恩。这里不是救人之地，我在山下的客栈中等你。那姓韩的已经元婴后期了。不错，我用神念扫过数遍了。他的修炼天赋之高，还优胜我等了。恐怕是的，星宫的历代之主都没有如此快的。你我也是在500年左右才堪堪进阶元婴后期。若是如此的话，此人有虚天鼎相助，和我们任何一人都有一拼之力了。难怪你改变了主意。不过接触之后，你对他有什么印象？印象，这人非常谨慎，还胆子不小。不对，不是胆子不小，而是……怎么不好形容？不是不好形容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有一蹊跷。蹊跷？对方明明知道我是双圣之一，还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而我面对此人时，冥冥中感到一丝惧意。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受了。你当初修炼的是灵明诀，对这种说不明白的预感，一般8、9不离10。这么说，此人还真有可怕之处。恐怕这人还真的有些神通。这样的话，还真有些棘手了。既然不能轻易灭杀，也只有极力拉拢。以他的修为加入星宫，玉灵又怎能压得住？恐怕我2人逝去，整个星宫都会落入此人之手。你的意思还是要将此人除却？可万一我们没有一击得手，可就彻底给玉灵结下一位生死大敌了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哼，这人无法为我们所用，就一定要除掉，即使冒些风险。此事非同小可，妾身觉得要从长计议的好。怎么，你不会真的这般巨胆吧？你我联手再动用元慈山，他还真能从我们手中逃生？此人异常谨慎，恐怕不会主动到圣山来。元慈山防守天下无双，但若追敌，实在笨拙了些。真想让对方防不胜防，也只有在对方从外海传送回来时，用元慈山将整座星空楼罩住，让他无路可逃。这我自然知道。对方若是动用克星令牌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对方的行踪，可推测出对方返回的大概时间。如此一来，在星空殿设伏倒不是不可能的。
历代星宫之主都是夫妇2人，玉灵这丫头到现在还没有双修伴侣，你觉得姓韩小子如何？他若肯和玉灵结为夫妇，干脆将星宫交给他执掌，以对方修炼的速度，进阶化神也大有体会。和玉灵结为伴侣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不过，恐怕此人早有双修伴侣了。那又如何？休掉就是。我们清宫这么大一份家业，当做嫁妆送他，他应该知道如何选择的。好，你可以先试探下，如不答应再除去他。就算他不同意，也无需动手。我另有一计策，可让他乖乖的作茧自缚。有这种方法？要这样做？不行，我绝不同意。就照你说的办。总之，在做花前要解决掉此人和六道、万三姑等人。这个自然，我2人还有100余年寿元，足以处理干净了。只要他一心想要突破化神境界，就绝不会不坠入此圈套。的确有些棘手。这毒不停吞噬体内的灵力，3个月内不驱除此毒，生机必断。韩前辈，以你的神通也无法驱除此毒。我只是说有些棘手，什么时候说无法驱除了？是晚辈冒昧了，还望前辈海涵。这田晴儿身上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但这种感觉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，莫非是进阶元婴后期神念大增导致的？你懂不懂阵法之道？韩前辈，你怎么知道小女懂阵法的？没什么，昔年一位故人也精通阵法，令女和他有几分相似，随口一问罢了。难道只是巧合？不可能！果真如此。韩前辈，小女她……没什么，我只是找到了令女体内毒性如此奇特的原因。先前听你们说，她是被一只不知名毒虫所咬，才变成这般模样。不错，但是那种毒虫我们亲自试过，被咬后虽然有毒性，但绝不像小女这般束手无策的。那只是一个诱因，真正造成她性命垂危的，是她的龙吟之体。龙吟之体是男儿才有的特殊体质。龙吟之体？不可能！小女出生时，我夫妇亲自检测过，并未发现异常。恋爱的龙吟之体非常少见，是一种隐性体质。拥有此体质的人虽然修炼够快，但体内阴阳之气会渐渐失调，最终在筑基之前就会一命呜呼。这么说，小女就算去除干净此毒，也无法继续修炼下去了。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，我先替她清除毒性，你2人先去屋外。是。同样的气息，同样具有龙吟之体，还懂得阵法之道，这真的只是巧合，还是世间真有魂魄轮回？